嘿，大家伙儿早喽！6月5号，星期一，看，黑门市场，清晨的黑门市场，这儿没有那些旅游节目上说的那么好啊，也可能是跟每个人性格有关系。就是我还是不太觉得就是人特多特闹的地儿有意思，还是喜欢安静。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个超市，卖鱼的。这是寿司。黑门市场是200周年，200周年，哇！但是这儿东西挺贵的，这儿比我家周围要贵好多。我家离这儿其实也就是2-3公里。带大家转转。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咱们接着聊功率，再聊聊我的一些小感想。离开黑门市场这条路了，这边都是连着的，就是新斋桥，然后黑门市场这边都不太远，1-2公里范围内这么一块地儿。民宿。行，我找找路啊，没跑过这儿，一会儿再聊。今天跟大家简单说说功率，这个之前说了很多期。首先是，如果你想用功率指导你的训练，就比方说像我跑间歇等等，或者跑变速，用功率来做参考，那我的建议就是要有直接测量功率的设备。目前来看，可能只有 Stride 是可能没有第二个更好的选择。不管是高驰、佳明，还是苹果，还是手机，都可以通过蓝牙或者 ANT 协议连接。小伙伴们会说，现在所有的运动手表，包括苹果都有功率，但是这些都是计算功率或者间接功率。你看它的平均值或者跟自己的历史来比较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训练过程中靠它，我感觉它的反应速度和瞬时的准确性可能差一些。而且不同厂商之间其实横向比较的难度比较大。我测试下来，基本上高驰、苹果和 Stride 这3个对我来说数值上差不太多，就是平均值。佳明呢会高很多。另外很多小伙伴说，我说过很多次，功率是无法跟别人比较的，你跟别人比较的是功率体重比，这个知道的哈。因为功率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做功的速率或者效率，那跟你的体重是有直接关系的。200斤的人和100斤的人跑同样的配速，那功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需要做的功不一样，时间又一样，那功率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大多数正常体重的成年男性，正常身高，像跑我现在这个配速，至少要260以上吧。
你要是体重大一点的，我看 Facebook 上 Stride 的社区老外们晒马拉松的成绩，都在300以上。你们看我东京马拉松最后那几百米，前面那个老外，他至少得320以上。这就是你拥有的力量越大，你的体重越大，你做的功效也就越大。所以为什么说马拉松运动员还是要控制体重呢？因为收益比较大，你增加那1公斤的重量，不足以驱动这1公斤的重量在42公里这个范围内。所以大家记得，比较的话，同款设备或者同一个品牌的设备，如果跟别人横向比较的话，就比功率体重比，这个骑自行车的小伙伴应该都很了解。那到底为什么我推荐功率训练呢？是因为我觉得功率是一个整体状态的一个结合，单独看配速，单独看心率都不全面，但是对大多数跑者来说足够了。功率是直接反映你的输出。人嘛，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就是在消耗能量又输出能量，在循环中，你整个的功率就是你真实的输出，这个就更直接一些。而且我其实更多的想法是，既然我都跑了，我燃烧了我的生命，那我就要把我跑的这个所有的记录都记得越全面越好，这是我的小心思。而且我觉得功率进入到路跑这件事上，应该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在自行车的世界里被证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只不过原来对于跑步来说没有这么容易测。其实像我之前用的上一代的 Stride 也不够好，各种校对系数，这一代非常好。你看昨天我换双新鞋，然后我一般是这样，我有那么一段路能确切的知道是多长，然后用那段路试一下，看看准不准确，几乎1米不差，在1公里的范围内。所以这一代真的很推荐。之后就是这两天我看评论和弹幕有一些小感想啊，就是我为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真实经历，就是希望屏幕前想跑得更好，对成绩有目标的小伙伴们，能够大概看一看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或者自己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像我那时候最长的训练只能跑8公里的时候，跑完就要死了，我就想，怎么可能有人每天都跑10公里呢？不可能的，都是在骗我的。或者肯定有什么奇妙的办法，或者他天赋异禀。那好了，现在我一天跑21公里啊。所以像有的小伙伴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有的说的是对的，但是有的呢，可能就是还没看到那儿。说白了，这个我说比较直接啊，就是就像我原来想不可能1个月能到达400公里、500公里，但是结果也到了。跑完波士顿跟家属聊天，我说
你负责任的告诉我，我刚开始跑东京那一场的时候，刚知道波士顿的达标成绩的时候，你想过我有任何可能性达到吗？我们俩的答案一致是不可能。那成绩当时看都不敢看。这也是一样的，就像有人说，普通人要保守，否则你就运动员的心脏了，就心肌肥大什么的。咱先不说会不会啊，我承认您说，高强度肯定是会，但是您说那高强度啊，跟我说那高强度不是一个高强度。说句不好听的，有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不用担心这个。我要是真能把自己练成运动员心脏，那我至于是这么差的成绩吗？那不会的呀，对不对？我说我啊，所以我就释然了，对吧？那很多年前，4、5年前，我瘦下来以后去体检，那心电图就是左心室高电压，那大夫就说了，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是太瘦了，对不对？那只有2个可能啊，要不然就是左心室太胖了，要不然就是你的肋骨那儿太瘦了，那没有第2个可能了。第3个可能，抱歉。而且，像运动员这种，你看有的运动员或者大多数运动员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轻微的心肌肥大，这个是心脏肌肉的应激反应啊。那你为什么你练块的时候，你希望你这肌肉越来越大呢？对不对？那不讲道理啊。他完事儿，他还等你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绝大部分是会恢复的。就像你不练块了，又开始胡吃海塞了，慢慢就肥肉越来越多，肌肉越来越少了。然后紧接着您就不是心肌肥大了，您就是动脉斑块了，那咋办呀？是不是？我承认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东西能让你只好不坏，只有优势没有风险，是没有的。只是说，大家合理的去把握。我还是那句话，不但是大部分人不会把自己跑死，甚至是大部分人是不会把自己跑坏的，跑出问题的，因为你真的下不去那个狠心。6月5号星期一清晨7点03训练结束啊，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8，平均配速4分40，功率216，心率143，步频199，也还行哈。今天没有昨天快，今天稍微压了一压，因为明天或者后天会安排一个强度课，具体怎么跑还没想好。像进入夏训以后，我的逻辑就是这一个周期，要么就都不太慢，就都跑中速或者中高速，要么就是这一个周期要有一堂强度课，不管强度大与小。这就是我夏训的一个基础逻辑。我还是不太喜欢说周一干嘛，周二干嘛这么排出来。我还是觉得追随早晨的起来以后的想法。行吧，今天一开始在黑门市场那儿转了一圈，其实本地人啊几乎是不会去那儿买菜和吃饭的，真的挺贵的。我看了几个餐厅，大概要比就我家周围这儿同样的东西贵出1/3到1倍，真的挺贵的，甚至比东京驻地市场还贵。但是如果来旅游，总是要去转一转的，是不是？不过我来大阪来过3次了，之前就是旅游啊，我也1次都没去过。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这真没办法，不太爱玩。行吧，今天跟大家简单分享这些所谓的训练强度的事情。我说的都是比较我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大家还是追随自己的感觉，就是还是那句话，您可以不同意我说的每一个字儿，但是呢，感谢您听我把您不同意的这些东西说完，就没有关系，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考虑和思维方式。有人就是喜欢保守，有的人就是喜欢激进。像你看，我也不是所有事情都很激进，我大部分时候很保守，就是我做事情都要很稳妥、很稳妥、很稳妥，我才去做。这每个人真的是人跟人的差别，真的有时候挺有意思的。行吧，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加油干，努力下训，秋天就会有好成绩的。咱明儿见。